好，今天的这个过年特别节目，我们也要来关心到的是，接下来的中美在科技战上面会如何来做发展，还有今年的这个产业指标有哪一些可以特别来做关注的呢？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6年我们要来看到他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哪里？地方考察行程。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去这个北京亦庄的这个叫做国家信创园去考察2个重要的未来产业 AI 跟机器人。那这个考察被视为特别重要，是因为在15.5开局后，他首次的去做了一个这个考察，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接下来科技要主要发展力道最强的2个产业。同时间，刚好马斯克也公开喊话了。我们来看到他说什么？他说美国的巨额国债逼近破产，只能靠跟习主席讲的是一样的 AI 跟机器人技术才能救命。为什么2个国家的重要领袖都是特别讲到这个 AI 跟机器人？委员怎么看？我想，因为现在中美双方大家都已经体认到，接下来国力的比较已经跳脱了原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我们所熟悉的领域了，而 AI 跟机器人变成是未来一个国家国力最重要的一个象征了。就是在这2个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的程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接下来在全球所要扮演的角色。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在15计划当中，他们投注了很大量的经费在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每一个城市或者是国企哦，他们都有一定的基金，然后他们都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责任要来做完成的。那么但是当然，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跟机器人的过程当中，他们最在意的并不见得是比如说大模型的研发，他们却比较在意的是这些 AI 或者机器人的技术到底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够变现，那应用的程度有多广哦？这是中国大陆在推动 AI 的这个跟机器人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跟策略啊。那马斯克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是因为马斯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提到说，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高到不像话了，到38兆了，就每年要付1兆美金，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的这个利息，所以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太高了。那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个情况呢？只有靠 AI 跟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希望大幅的提高生产力。就生产力的这个提高率，如果能够高过债务成长率的话呢，也许可以扭转美国破产的这个命运。否则他的这个说法说，美国1000%一定会破产的。那但是当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说，当你有 AI 跟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AI 跟机器人可以大幅的提升工作的效率跟量能所以呢，效率变高了，量能变高了，那当然这个生产成本就降低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生产力是提高了，可能对债务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对于打击通膨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关键问题是，马斯克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警告他说，在这个同时，美国也极有可能面临通缩，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所以这是刀的2刃那么最近大家最常问我的问题都是说，美中的 AI 竞赛到底谁会胜利我要强调的是，美中的 AI 竞赛，他们完全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的。就美国的 AI 是投注了大量的经费，不断的在做的。各位现在看到的新闻在做，就是不断的做大模型的开发不断地做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呢投入做这个运算中心。可是现在的大模型已经发展到顶了，就除非下一个阶段的大模型出现，否则现在的大模型就算投入再多的经费它要升级的可能性都不高。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长期以来迷信大模型的开发，投注了这个大量的经费在做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其实都没有办法获利。所以美国的 AI 公司都没有获利。前一段时间 Nasdaq 有一天大跌，就是因为有一篇报告出来说，美国现在的 AI 公司基本上都是赔钱的，都是不断的在烧钱。可是中国大陆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赛道，它走的是它重视大模型的开发，可是它更重视大模型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应用，能不能变现那么如果大模型能够落地、能够应用、能够变现，那么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够长远而不是只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烧钱的游戏。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今天美中的竞赛到底谁会赢？也许美国的大模型的开发，在它不断的投入经费之下，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可是如果今天所有的 AI 投入、机器人的投入都没有办法真正落地应用的话，最终就是破产的命运了。所以反而中国大陆的这条路才是聪明的，而且可以走得更长远。对，确实如委员讲的，发展这个 AI 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呢，确实现在来自于摩根大通的证券中国分公司也特别讲到了说，现在中国大陆它发展 AI 上面其实
变得更加的实际了。过去都是走过这个百家争鸣嘛，那现在比拼的重点就是刚刚委员提到了，就是说你大模型到底能不能真的落地，能不能真的应用，然后做得持久，站稳市场脚步。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些公司，大模型公司原本是超过200家的，现在说已经缩减到不到10家，所以现在看起来留下来都是比较具有实力、资金，而且可以长期生存的企业嘛。介大使怎么看接下来大陆 AI 的发展？当然一定是相互兼并啊，然后在市场上经过极高的内卷，然后优秀的留下来，这个没有竞争力也就结束了。现在已经到了兼并的阶段，而且出头的厂商也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看这个就是说，其实 AI 有3个方面啦，那5个方面，其实照这个黄仁勋讲有5个面向。我们别的不讲，先讲电力来讲，电力中国大陆是美国的2倍，然后中国大陆的电基本上是成本越来越低，绿能、光伏跟风电，还有核能电都是慢慢，还有水力发电，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成本低的电，在快速往上走。美国这方面是落后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黄仁勋他们提出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AI 有2个大面向，一个是所谓的算力，也就是芯片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算法，也就是大模型的部分啊。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从这个 DeepSeek 事实上的这个出现，就发觉中国大陆可以用算力来弥补算法来弥补算力的不足。也就是说，当时这个 DeepSeek 一出来以后，我记得NVIDIA 是跌掉了3成嘛，股价跌掉3成，就因为它显示的对这个大算力的这种无视跟藐视，我不需要大算力，我用新的算法，我就可以达到你用大算力算出来的结果。那这是中国大陆让美国基本上很发抖的一点啊。那另外一方面，就硬碰硬的话，就芯片的部分，中国大陆现在不管是华为的升腾寒武纪，还有摩尔线程这些都出头了。还有几个在香港上市的这些芯片公司都表现杰出，有些是普遍用的有些是专用的都有。那我们就以升腾系列来讲的话，现在它已经把你这个华为的 H200嘛，它基本上已经藐视了，我可以不要你的，你这个第二梯队的这种东西，在中国大陆它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克服，不见得需要你。那现在当然中国大陆还是讨论一会儿，还是开放了这个 H200。那让黄仁勋松一口气啊。对。那不过就是说大模型方面，中国大陆非常的多，像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还有月之暗面还有这些都在出头当中。所以我认为就变成中国大陆很谦虚，他们认为说跟美国还有差距，可是美国不这样认为。黄仁勋一再警告，这个中国大陆的 AI 跟美国的 AI 是奈米级的差距。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场这个世纪之战会很快就会分出胜负。好，2026年的 AI 战，那同时我们也要来关注到说电力也是一个关键，因为现在马斯克也在达沃斯论坛对美国提出警告，他说中国大陆光是靠它的太阳能，1年生产就可以达到稳定于美国的1半以上的稳定电力了。那2026到2023，大陆还会新增超过3.4太瓦的发电容量。汉庭怎么看？对啊，电力当然非常重要，就连我们的卓荣泰也都开始说要启用支持新式的核电了邮寄的赖品妤的重启个屁。那我们当然就看到中国大陆它到底在发电这件事情上有多猛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超级的基建狂魔，或者呢是种菜高手。第一个是规模大到离谱，光是在去年的2025年，中国大陆新增的风力和太阳能板，他们的发电能力加总起来就超过整个印度所有的发电的这个能力，而且呢还是美国同期新增规模的8倍多。所以相当于别人呢还在用小锅炒菜，中国大陆已经建了中央厨房，而且不仅量大，还存得住。
因为光发电也不行啊。那我们最常谈论到太阳能，对吧？如果没有太阳啦，没有风了，该怎么办呢？那中国大陆还配合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充电宝的储能的设备，所以确保电力能够稳定的供应。这就好像呢，这个不仅是粮仓堆满了还配了顶级的冰箱，而且随时还能够开火。而最关键的是电费还便宜这才是大陆很大的优势。因为大陆自己就能够生产这些全球大部分的什么光伏板跟风电的设备，发电成本压得非常低。所以呢，在大陆要训练 AI， 然后呢运行庞大的数据中心电费这个硬成本其实就比很多的国家便宜了一大截。它当然也会吸引全球很多的 AI 公司都会来到大陆来安家。为啥？因为便宜，电费低。